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在无限列车任务里，炼狱大哥壮烈牺牲，炭治郎等人也负伤，回到了蝶屋养伤。去完成炼狱大哥的嘱托后，赶回来的炭治郎刚到门口，就看见凶神恶煞的刀匠钢铁种正等着他。在得知刀被弄丢后，便要来砍了炭治郎。这场闹剧持续到了晚上才结束。时间转瞬即逝，真的就只花了1夜，就过去了4个月。炭治郎几人养好了伤，并每天都在坚持锻炼。突然有一天，英柱与随天元到来，并要强行借走小葵和3小之中的小穗去帮他做任务。正要抛硬币决定的香奈乎想起了炭治郎之前的话，索性直接做出了决定，上前阻止天元，但奈何力量太弱，根本拦不住他。闻声赶来的炭治郎大叫着：“快放手，你个变态！”但这到底是谁在抓谁呀？听到小青的呼救，炭治郎还是动手了，不对，动头了。但天元可是曾经的忍者，一瞬间就躲开了。这时候善逸和猪头也赶到了，炭治郎决定由他们3人代替小葵几人跟着天元去做任务。看着几人的决心，天元最终还是同意了，但也提出几人必须无条件听从他的命令。在这个队伍里，他就是神。几人像是看神经病一样，就这样被迫开始了新的任务。接下来将是新的旅程，而就连英柱都需要帮手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这次的任务地点是在吉原花街。说明一下，日本花街简单说就是由妓院组成的街道，这里的吉原花街便是以日本曾经的第一花街吉原为原型。3人的任务便是潜入花街找寻天元失联的3位妻子。听到这话，善逸酸的不行，但随后就被一拳打晕。原来天元的3位妻子是在搜寻鬼的情报中与他失去了联系，而炭治郎3人需要分别去找到 A 屋的阿虚、B 屋的阿石以及 C 屋的阿楚。猪头这时候插嘴道：“你的老婆会不会已经挂了？”随后便被一拳打晕。就这样，任务算是交代完了。第二天，3人这才知道为什么要借走小葵他们几人了。不过假扮妈妈桑的天元为啥就能这么好看啊？紧接着，面相最老实的炭治郎被 A 屋挑走，猪头被眼睛可能不太好使的 B 屋老板挑走，而剩下没人要的善逸，凭借着自己那一定要让某人刮目相看的气魄，勉强被 C 屋收走了。在炭治郎一边，从下人们的八卦中得知，作为 A 屋曾经的花魁阿虚，在不久前出逃了。卖身的姑娘出逃一旦被抓住，下场是很惨的，所以几人的讨论被另外一位花魁打断了。为了继续获得情报，不擅长说谎，并且一说谎就非常痛苦的炭治郎，便谎称自己是阿虚的妹妹，这才获得了这位花魁的帮助，掌握了一些情报。另一边，猪头也从无所不能的下人口中成功找到了阿石的房间，而此时的房间里，阿石正被一条条绸带缠住，并被逼问是在和谁通信。这时候，猪头破门而入，但只看到了屋里发生过惨烈战斗的痕迹，却空无一人。感官灵敏的猪头很快就察觉到了天花板的异样，果然鬼就在那上面，但紧接着就从天花板的缝隙里逃掉了。另一边，善逸正在安慰一名小侍女，但身后突然出现的一位花魁让他别多管闲事儿。但善逸听得出来，这并不是人类的声音，而是鬼的声音。眼前的这只鬼竟然在他毫不知情的时候出现在他背后，莫非这就是上弦之鬼？花魁一把拎起侍女就要动手教训，这时候善逸上前抓住了他的手，阻止了他，但这也激怒了他，一拳就将善逸抡飞了出去。果然，这个花魁便是12鬼院里排号第6的堕姬。其血鬼术是使用绸带攻击，实力强悍，且亲手杀掉过7名猪。看着虽然晕过去的善逸，但其在落地时还是完成了瘦身，所以堕姬已经猜到了善逸鬼杀队的身份。原来这都是在他的计划之中，鬼杀队终于上钩了。回到另一边，猪头正在张牙舞爪的向炭治郎描述鬼的样子，但显然除了他自己，没人听得懂。两人就在屋顶上等待着善逸的消息。而这时突然出现的天元却说道：“善逸不会来了，他从昨晚就不知所踪。”而天元也借此判断出花间里估摸着是有上弦之鬼，他也不想看到炭治郎2人发生同样的情况，所以便让他们离开这里，并表达了自己的歉意。接下来将由他自己单独行动。说完便消失在原地。炭治郎和猪头当然不是临阵退缩的人，并且也绝不会放弃善意的。在之前的任务中，两人也成功从鬼杀队最底层的鬼级成员升级为了庚级，就算面对上弦，他们也绝不会退缩。炭治郎让猪头小心谨慎，不想看到他也出意外，而这些话也正是猪头想对他说的。随后，炭治郎回到了 A 屋，准备向此前一直很照顾自己的那位花魁道别，而这才得知原来他也要离开这里了，有人愿意替他赎身并娶她为妻，这本该是作为青楼女子最好的归宿了。但炭治郎刚一离开，
开，舵姬便出现在屋里。这上乘的美貌女子可是大补之物，可惜她最终还是得不到应有的幸福生活。这里我不得不称赞一下鬼魅的人设，不管是主角还是这些小人物，都刻画得非常细腻。而这时还未走远的炭治郎闻到了鬼的气息，又回到了屋里。而此时舵姬的绸带已经快将花魁整个吞下去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舵姬的绸带攻击就电光火石般将炭治郎打飞了出去。不过好在炭治郎在落地前做出了反应，这才使背部着地，不然刚才那一击自己就已经死掉了。上弦鬼的实力果然异常恐怖。紧接着炭治郎主动出击，准备和舵姬刚正面，两人瞬间战成一团。但显然炭治郎的目的只是为了救下花魁，准确的将藏有花魁的那节绸带砍了下来。舵姬还是小看了炭治郎，原来在他眼里，炭治郎只是一只会被他玩弄致死的小老鼠。而炭治郎经过一轮战斗，也明白了自己并不适合驾驭水之呼吸，导致新的日轮刀又已经残破不堪了。果然还是火之神神乐更契合自己的身体。以前的他或许还不能驾驭火神，但经过炼狱大哥的教导和自己的努力，现在的他已经可以驾驭这份力量了。火神烈日红镜，果然火神的攻击可以轻松砍断绸带。舵姬也看出了炭治郎的变化，逐渐开始认真了起来。但炭治郎第二招紧随其后，火神炎武，这应该是元武的升级版，并且这招是2连击。就要在被绸缎击中的时候，炭治郎的身体突然消失不见了，这便是快到产生了残影的第二招火神幻日红。敌人的视力越敏锐，残影越清晰，而炭治郎已经成功绕到了背后，并且看到了破绽之线。但就在正要砍下去的时候，舵姬却轻松地说道：“这也太慢了吧！”随后一击又抽飞了炭治郎，并且这一下使炭治郎根本无法瘦身，整个身子都要散架了。再加上连续使用火神的副作用，炭治郎已经快到极限了。而眼下正是生死存亡的时刻，炭治郎在要被击杀的时候，利用恢复呼吸法惊险地躲过了这一击，并重新和舵姬战成了一团。此时炭治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有再次启用火神，并将体温升得更高，只有这样才有资格与上弦之鬼一战，并且必须要赢，自己肩负的可不是一个人的责任，炭治郎要拼命了。而另一边，猪头命令天元的肌肉术搬来了自己的刀，也决定正大光明的找鬼了。经过一番掘地3尺的找法，猪头成功找到了有鬼的气息传出的洞穴，一头就扎了进去。顺着弯曲的洞穴，还真就让猪头给找到了鬼的巢穴，这里便是舵姬的粮仓。善意也被关在这里，而猪头也迎来了自己的对手，有自我意识的绸带怪。猪头也不废话，直接就砍了过去，并且巧妙的避开了被关着的人，将他们都救了下来。但自己正与绸带怪对战的时候，也难以顾上被救下来的人。眼看着这些人又要被抓住了，突然远处飞来的苦无将地上的人都救了下来。原来这便是天元的妻子阿石和阿虚，两人很快也加入了战斗。而被救下来的善意也叫来了代练哥，场面上形势逐渐开始了好转。这时战斗的上方突然发生了爆炸，阴柱天元也终于赶到了。原来在这之前，天元救下了被舵姬关在其他地方的阿楚，并且感受到了地底的战斗，直接硬生生轰开了地面，强行开辟了一条路，这才赶了过来。看着妻子们都平安无事，天元也就放心了，因为在他心目中，妻子是最重要的，其次是普通人，最后才是他自己。虽然身为鬼杀队的一员，这样的理念不太好，但他可不管这么多，妻子就是他的全部。猪头在一旁吐槽道：“就在你耍帅的时候，绸带怪已经逃掉了。”天元直接就怼了回去：“人救下来了，不就行了吗？”但妻子一开口，他立马就下令全员追击。果然，这就是个宠妻狂魔啊！几人很快就追着绸带赶往了主战场，终于想起炭治郎来了。而炭治郎此时还在和舵姬对抗，这时从巢穴逃出来的绸带怪直接就融入了舵姬的体内，而舵姬的头发也变成了白色，这才是他最强的状态。仅仅一招 AOE 技能就将炭治郎重伤，并破坏了整个街道，其实力变得越发恐怖了。但炭治郎即使再次重伤也屹立不倒，并因为舵姬这一招杀害了不少人而变得非常的愤怒，以更快的速度向舵姬杀去。此时的炭治郎在舵姬的脑海里竟然令他出现了恐惧感，这是属于鬼王无惨细胞的记忆。炭治郎再一次杀了过来，舵姬也拿出了更强的招式，想将炭治郎绞杀掉。但此时的炭治郎仿佛换了个人一样，面无表情的使出一招火神灼骨炎阳，直接砍断了进攻来的所有绸带，并紧接着向舵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舵姬这才发现眼前的小鬼动作比之前更快了，并且他身上的伤加上剧烈的动作，要是普通人早就已经撕裂了，但他却越战越勇，直接就一刀砍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但谁知道舵姬的脖子异常的柔软，将攻击
力道给卸掉了大半，这才没有被直接斩首。随后舵机立马拉开了距离，并发起了反击，但在炭治郎眼里，敌人的动作似乎都变得很慢，所以他很从容的就接了下来，并一瞬间将所有攻击而来的绸带都固定到了一起，再一个后空翻，一眨眼又杀到了舵机的眼前，快到连舵机都反应不过来，就要被斩首了。这一次，炭治郎将以比他脖子变形更快的速度砍下去，这样一定能将其斩首。但这时，炭治郎脑海里浮现出死去的小妹的身影，在慌张的提醒炭治郎赶快呼吸。炭治郎终于从那神秘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，因为只要再过1秒钟，他就要超越生命的极限，将直接迎来死亡。小妹成功将已经半只脚踏进地狱的炭治郎拉了回来，但也错过了这绝佳的斩首机会，并且舵机就要动手杀掉他了。但这时候，一条美腿从天而降，祢豆子赶来救场了，并且这一脚结结实实的踢烂了舵机的头。此时的祢豆子也进入了如炭治郎一般极度愤怒的状态，因为舵机身为上弦之鬼，拥有更加浓烈的鬼王无惨的血，所以令豆子记忆发生了混乱，想起了自己的家人，随后便和舵机展开了猛烈的对决。尽管被几招就砍断了手脚，但立马又再生了，这恢复速度甚至堪比上弦鬼。而祢豆子也逐渐变得疯狂了起来，他松掉了嘴里的竹筒，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头上长出了独角，皮肤上也浮现出如柳叶般的花纹，即使被一次次砍断腿，也能瞬间再生，直接一脚就将舵机狠狠地踩在脚下。虽然压制住了舵机，但炭治郎发现祢豆子似乎有些不对劲，紧接着舵机利用绸带一瞬间砍断了祢豆子的四肢，但谁知道祢豆子断掉的四肢居然被凝固的血连在一起，依旧死死地抓住舵机，并使出了血鬼术爆血。我去，这操作简直太秀了！接着祢豆子一脚就将舵机踹到了隔壁街去，但随后而来的祢豆子看到了街上的一名普通人类，直接就控制不住向他冲了过去。千钧一发间，炭治郎赶到了，一把就拦住了祢豆子。现在的豆子已经陷入了极度疯狂的状态，已经控制不住要吃人了。炭治郎死死地抱住了豆子，但却被疯狂挣扎的豆子一把顶破了天花板，冲到了楼上的居住区里，而舵机也跟着上来了。此时的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，就要动手灭掉在场的所有人。就在炭治郎分身乏术的时候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他眼前。天元终于赶到了，并且直接无视了身后的舵机在教训着炭治郎，因为在他眼里舵机实在太弱了，不可能是上弦之鬼。天元话音刚落，舵机的头就从脖子上掉了下来，在场没有人看清天元是怎么做到的，舵机就这样被斩首了。而紧接着炭治郎唱起了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摇篮曲，这才令疯狂的祢豆子逐渐恢复了意识，变回了萌萌哒的祢豆子，并陷入了沉睡。但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，抱着自己头颅的舵机竟然并没有死去，并且在疯狂地嘶喊着哥哥。而这时从舵机的身体里钻出了另一只鬼，舵机也通过头颅长出了新的躯体。原来这对兄妹俩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上弦之六，而眼前的这位哥哥继父太郎貌似更加强大。英柱和上弦之六的战斗才刚刚开始，天元能否以一敌二战胜这兄妹二人呢？而炭治郎几人这一次又该如何抉择呢？好了，本期吉原花街篇上就先到这儿了，下期将是热血沸腾的终极对决。这里启灵先解释一下，本期视频为什么这么长还有下篇，因为花街篇足足有接近30话的内容，是无限列车篇的2倍之多，所以启灵只好爆肝加长视频，并同样分为了上下2篇，希望能将更多的内容和细节都呈现给大家。在这里启灵也要感谢所有支持启灵的小伙伴们，不管是单纯的路人还是喜欢启灵解说的小伙伴，只要你看我的视频，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启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